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在商业、经济和个人决策领域都堪称经典的书《赢家的诅咒》The Winner's Curse: Paradoxes and Anomalies of Economic Life。这本书由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塞雷 （Richard Thaler） 所著。塞雷教授是行为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他凭借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于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和决策，从个人生活中的购物、投资到商业活动中的项目竞标、市场竞争，我们似乎都在努力争取胜利，成为赢家。然而，你是否曾想过，有时候成为赢家可能并非想象中那般美好，甚至可能是一个诅咒？这就是《赢家的诅咒》这本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想象一下，在一场激烈的拍卖会上，你为了赢得一件心仪的物品，不断的抬高报价，最终你成功的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获得了这件物品。但当你冷静下来，仔细审视自己的行为时，却发现你支付的金额远远超过了物品的实际价值。这种现象就是赢家的诅咒的典型体现。它不仅仅存在于拍卖会中，更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就像是一盏明灯，能够照亮我们在决策过程中的盲区，帮助我们识别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陷阱和误区。对于个人而言，它可以让我们在消费、投资等决策中更加理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对于商业人士来说，它是一本极具价值的指南，能够让我们在市场竞争、项目竞标等活动中洞察先机，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有助于我们构建更加健康、有序的经济环境，避免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的分配。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赢家的诅咒？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陷入这个看似诱人的陷阱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赢家的诅咒的世界，探寻其中的奥秘。1. 赢家的诅咒的概念与根源。赢家的诅咒这一概念，最早是由3位石油工程师卡彭、克拉普和坎贝尔在1971年提出的。他们在观察石油租赁权的拍卖时发现，中标者往往是那些对油田储量估计过高的人。这些中标者为了获得租赁权，支付了远远高于油田实际价值的价格，最终导致亏损。塞雷教授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并将其拓展到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他认为，赢家的诅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信息不对称。在许多情况下，参与竞争的人对于标的物的真实价值并不完全了解。比如在艺术品拍卖中，不同的买家对于艺术品的真实价值可能有不同的估计。那些对艺术品价值估计过高的人，往往会出更高的价格，从而成为赢家。但当他们事后了解到艺术品的真实价值时，才发现自己是高价买入了低价值的物品。书中提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过度自信地估计自己的判断，从而导致对标的物的价值评估出现偏差。这种过度自信是赢家的诅咒的重要根源之一。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掌握的信息是准确和全面的，而忽视了其他可能影响价值评估的因素。2. 竞争压力。当存在激烈的竞争时，人们往往会为了赢得竞争而失去理性。在拍卖会上，竞标者之间互相竞争，随着价格的不断攀升，每个竞标者都担心自己会输掉拍卖，从而不断的抬高报价。这种竞争压力会使得人们忽略了对标的物实际价值的理性判断。塞雷教授在书中引用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在1996年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频谱拍卖中，几家电信公司为了获得宝贵的频谱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终 ，Nextwave 公司以42亿美元的高价中标。但不久之后 ，Nextwave 公司就因为无法承担巨额的债务而申请破产。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竞争压力对赢家的诅咒的推动作用。3. 心理账户的影响。心理账户是指人们在心里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在赢家的诅咒中，人们可能会将赢得标的物的收益和支付的成本分别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从而导致对整体收益的评估出现偏差。例如，在一次竞标活动中，你为了赢得一个项目，支付了较高的成本，但在你心里，你可能会认为这个项目的收益会远远超过成本，因此你将收益和成本分别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忽略了成本对整体收益的影响。这种心理账户的运作方式，使得人们更容易陷入赢家的诅咒的陷阱。2. 避免赢家的诅咒的策略。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赢家的诅咒的概念和根源，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陷入这个陷阱呢？塞雷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以下几个策略。1. 理性评估价值。在进行任何决策之前，我们都需要对标的物的价值进行理性的评估。这需要我们尽可能的收集全面的信息，并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书中提到，在评估价值时，
要避免过度自信和偏见。我们应该像侦探一样，寻找所有可能影响价值评估的线索，并对这些线索进行客观的分析。例如，在投资股票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直觉或者他人的推荐，而应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市场前景、竞争优势等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2. 设置合理的止损点。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为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止损点。当价格超过这个止损点时，我们就应该果断地退出竞争，避免支付过高的成本。赛雷教授建议，在参与拍卖或者竞标之前，要先确定一个最高出价，并在竞标过程中严格遵守这个价格这个止损点的设定，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因为竞争压力而失去理性，从而有效地防止赢家的诅咒。3. 运用博弈论思维。博弈论是研究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做出理性决策的理论。在避免赢家的诅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博弈论思维来分析竞争对手的行为，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例如，在拍卖会上，我们可以观察其他竞标者的出价行为，并根据他们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出价策略。如果其他竞标者出价较高，我们可以选择退出竞争或者降低出价；如果其他竞标者出价较低，我们可以适当提高出价，但也要注意不要超出自己的心理预期。4. 培养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指从相反的方向思考问题。在避免赢家的诅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逆向思维来思考，如果我们成为了赢家，我们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和损失。赛雷教授指出，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评估风险，避免被胜利冲昏头脑。例如，在竞标一个项目时，我们可以思考，如果我们中标了，我们是否能够承担得起项目的成本和风险？项目的收益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更加谨慎地做出决策，避免陷入赢家的诅咒。3. 赢家的诅咒在商业中的应用。在商业领域，赢家的诅咒现象十分普遍。从企业并购、风险投资到项目竞标、市场竞争，都存在着赢家的诅咒的风险。1. 企业并购。在企业并购中，收购方往往需要支付高额的溢价才能成功收购目标企业。这种高溢价收购可能会导致收购方陷入赢家的诅咒的困境。例如，在2000年，美国在线 AOL 以1062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时代华纳泰姆沃尔。当时，这笔交易被认为是互联网与传统媒体行业的强强联合。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美国在线的市值大幅缩水，这笔交易最终成为了一个失败的案例。美国在线因为支付了过高的收购价格，陷入了财务困境。风险投资。在风险投资中，投资者往往需要评估初创企业的价值，并决定是否进行投资。由于初创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很容易对企业的价值评估出现偏差，从而陷入赢家的诅咒。例如，在2000年初的互联网热潮中，许多投资者对互联网企业的价值评估过于乐观，纷纷投入巨额资金。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许多互联网企业破产倒闭，投资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3. 项目竞标。在项目竞标中，企业为了赢得项目，往往会提出较低的报价或者较高的质量承诺。然而，如果企业在竞标过程中忽略了项目的成本和风险，就可能会陷入赢家的诅咒。例如，在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竞标中，企业为了中标，可能会提出低于成本的价格，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成本超支、质量问题等原因，企业可能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4. 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往往会采取各种竞争策略，如价格战、产品创新等。然而，如果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忽视了自身的实力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就可能会陷入赢家的诅咒。例如，在一些行业中，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可能会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同时，低价竞争也可能会引发恶性竞争，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4. 赢家的诅咒在个人生活中的体现。在个人生活中，赢家的诅咒同样无处不在。从购物、投资到恋爱、婚姻，都存在着赢家的诅咒的风险。1. 购物。在购物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因为追求名牌、追求时尚等原因而支付过高的价格。例如，在购买奢侈品时，我们可能会因为品牌的溢价而支付高昂的费用。但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评估商品的价值，就可能会陷入赢家的诅咒。投资。在投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因为过度自信、贪婪等原因而做出不理性的投资决策。例如，在股票投资中，我们可能会因为听信小道消息或者盲目跟风而购买高风险的股票。但如果我们没有对股票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可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3. 恋爱与婚姻。在恋爱和婚姻中，我们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激情或者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而忽略了对方的缺点和潜在的问题。例如，在选择伴侣时，我们可能会因为对方的颜值、财富等因素而忽略了对方的性格、价值观等方面的匹配度。但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评估恋爱和婚姻的价值，就可能会陷入赢家的诅咒。通过以上对赢家的诅咒的介绍，相信大家对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总的来说，《赢家的诅咒》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那些看似矛盾和反常的现象。它让我们认识到，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应该更加理性地评估风险和收益，避免陷入赢家的诅咒的陷阱。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对赢家的诅咒现象的阐述，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策略和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决策。朋友们，让我们行动起来，认真阅读《赢家的诅咒》这本书，并将书中的理念和策略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相信在赛雷教授的智慧引领下，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做出决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实现更大的成功。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激励大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理性的决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让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被赢家的诅咒所束缚。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明智的选择，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谢谢大家。